你这样子追下去，能追到手吗？战义臣问了句，要是追不到手，还不如重新按照奶奶安排的去追杜小姐。奶奶给你选择杜小姐，说明杜小姐是适合你的。你是去追过杜小姐，也才追了2-3个月，还没有培养出感情。咱们兄弟几个估计都不会对一个女人一见钟情，都要走日久生情这条路线的。就像我当初去接近你二嫂的时候，难道我就爱上她了？没有，只是奶奶给我安排了她，我好奇，就去接近她，想看看她哪一点吸引了奶奶，让奶奶相中了她，想知道她哪里适合我了。因为带着好奇心去接近她，对她的关注越来越多，渐渐的就发现了她的好，然后一颗心不知不觉间就落在她身上了。你三哥也是那样，就是大哥也是婚后和大嫂相处时间长了，才慢慢动的心。战义阳无奈的道：哥，你不用劝我了，我对狐狸动了真心，不管要花多长时间，我都会去追求她，若是追不到，那我就一辈子不娶了。杜小姐很好，但我不爱她有什么用？我不想浪费别人的青春，不爱就要告诉她，让她早点放下，早点找到一个比我更好、更适合她的男人。哥，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、环境的熏陶，让我们个个都对感情特别专一。专一就是只爱一个人，一生一世不变心。我就是爱上狐狸了，不管他是什么身份，来自何方，我都不在乎那些，也不会变心。能娶到他，我会宠他一辈子；娶不到他，嫁给了别人，我也会一辈子都祝福他。战义臣叹口气，行吧，感情的事，的确是无法勉强。我跟你二嫂说一声，让她帮你约萌宝小姐去咱们家玩上2天，你好好观察观察。谢谢哥。战义阳向亲大哥道谢，不要让萌宝知道我回去。我总觉得那丫头很会演戏，狡猾得很。就算没有发现萌宝有些小动作和狐狸很像，他也觉得萌宝很会演戏。你别谢那么快，银狐老前辈已经于今天离开了管城，他老一家一走，说不定萌宝小姐也会跟着离开管城。他还逗留在这边，本就是为了陪伴他的师傅。萌宝会不会跟着去风尘山庄，还是个未知数呢？得让宁云出去联系萌宝才知道。哥，你现在就跟我二嫂说说。战阳说道，我帮哥处理文件，哥，你坐到那边去和我嫂子卿卿我我去。见不到面，算什么卿卿我我，要卿卿我我，总要见着面的。你既然闲得蛋疼，就在这里帮我处理1天的文件吧。我回去陪你嫂子了，顺便跟她提一嘴，看看能不能帮到你。战义臣说完，起身笑嘻嘻地走。他不是暂时的吗？还要代工1天呀。他的这些哥哥呀，真的是越来越会抓壮丁了。他们只要被抓到，不累掉一层皮，别想脱身。不过从中也知道几位哥哥有多辛苦，替他们这些弟弟撑了多少。战义臣出去后对秘书说，今天我的所有工作都由4少代劳，有什么事找他便行。秘书对此也见惯不怪了。战义臣愉快地离开公司，去找他的老婆大人卿卿我我了，希望老四天天都来找他帮忙，那样他就可以天天抓着老四帮他做事。与此同时的商家2少爷回来了，陪同他一起回来的便是银狐最给力的徒弟之一，绰号飞鹰的一个男人，年纪也不算很大，跟陆东明差不多吧，是个很严肃的人，眼神锐利如刀，被他盯着看2眼都会忍不住心底发颤。妈，这就是钟爷爷收集到的证据，我在钟爷爷说的地方找到的。商家老二将他带回来的证据递给母亲，商太太接过后并没有第一时间看，而是先将证据递给钟伯。钟伯收集到的证据被他保护得很好，几十年了，字迹什么的都还能看得清楚。钟伯，你看看是这些东西吗？商太太温声说道。钟伯拿出了他的老花眼镜戴上，才接过东西，打开了盒子，一一看过后，
这就是我收集到的证据，不多，但能指向凤月。钟伯又将盒子递给商太太，说道：“阿莹，你看看，看看这些够不够？”商太太接过盒子，里面的信件、老相片以及一些其他东西，她都看过了一遍，对钟伯说道：“不管够不够，我们只要过去了，就能终死他。他心知肚明，否则也不会再知道我们见面了。他紧张害怕，转而想灭了海玲。要不是凤晴通风报信，海玲凶多吉少。对于凤晴，商太太颇为复杂。那是她的亲表妹，就是年纪相差得太远。凤晴的年纪可以当她的女儿了。两个人是没有姐妹情，不过彼此都欣赏对方，这却是真的。可惜的是，凤晴的亲妈害死了商太太的父母，表姐妹俩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怨。凤晴做那些事，一与她的三观有关，二是她其实在帮她的母亲赎罪，也是想让仇恨在她这一代终结了，不要再延伸到下一代去。她的母亲错了就是错了，她不想再跟着犯错，她也做不出为了名为了利，连亲姐妹都害的事情来。钟伯，你身体能撑住吗？商太太关心地问道。她需要带着钟伯过去当面与凤月对峙，但是钟伯年事太高，她挺担心钟伯会撑不住。我没事，没有替家主报仇雪恨，我不会让自己死的，就是死，我也无法瞑目。几十年来，他承受太多病痛了，撑到现在，既有老神医师徒俩的功劳，也因为他求生意志极强。他总是告诉自己不能死，不能倒下，要好好的活着，要找到两位小姐，要扳倒凤月，替家主报仇，帮家主夺回家主之位，交到阿莹小姐的手里，他才有颜面去见家主，才对得起家主。严格来说，他是失职的了。他是家主的助理，也要护家主安全，但他没有保护好家主，导致家主的车子被动了手脚，出了车祸，一车人都死了个精光，背负的心理压大极大。老先生说过2天他会安排程医生过来，陪着我们一起去江城。商太太说道，有程医生跟着，我们也能放心点。钟伯年纪实在太大，出一趟远门，让人提心吊胆的，好怕他一口气提不上来就登西天极乐世界了。有程医生或者老神医跟随，他们多少能放心点。程医生经常要出门给人治病，他离开几天，彤彤也不会怀疑。商太太继续说道，要不是彤彤怀着身孕，我们也不会这样瞒着她。孩子重要，瞒着她好一点。钟伯都赞成大家一致瞒着海彤，特别是知道海彤婚后1年才怀孕，她怀个孩子颇不容易，压力又大。要是让她知道江城到了决一死战的时刻，她肯定会坐不住，说不定要过去一趟。那是大家都不想看到的结果。他们那么多人，还对付不了一个凤氏家族，用不到一个孕妇去帮忙。其他几位老前辈也是过2天和程医生一起过来。钟伯沉默了片刻后，感激的道，我这条命是他们救的几十年来，也是他们在照顾我，开导我，照顾的无微不至的。若不是有他们，我也活不到现在。如今大家都一把年纪了，还要他们为了我的事奔跑，这辈子欠他们的，我是无力偿还的了。若有来生，我愿为他们做牛做马。钟伯又看向商太太，请求着，阿莹，你们以后要和老大哥他们的徒弟打好关系，像亲戚一样来往。不等商太太答话，他又请求着飞鹰，阿言，我是看着你们长大的，是你们如孙子辈，只要替家主报了仇，就没有其他心愿的。不过我希望我走后，你们能和我们家阿莹小姐保持着来往，还有阿慧小姐的2个女儿，她们都是我放心不下的牵挂，也不需要你们帮她们什么，就是像亲戚一样来往就好。飞鹰姓严，真名叫什么？好多人都不知道，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阎罗鹰。钟伯，我会的，能与这些行走在世界各地的，
大佬们保持着来往，那是商太太求之不得的。在管城，商家是数一数二的豪门贵族，家族的生意也遍布各大城市，算得上有权有势有钱。但是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，比他们商家厉害的多了去，就是阎罗英人家手里的人脉网、信息网就强大到让苏家都自叹不如。可以说阎罗英掌控的信息网顶得上3个苏家吧，而且他手底下还有很多高手精英，也涉足各行各业，权势、人脉、财富远在商家之上，就是战家都比不上武帝堂。武帝堂就是几位老前辈开创的一个神秘组织，由5位首领共同管理，不过各司其职。阎罗英接管的是师傅银狐的职务，故而他正式的称号是炎帝。多少人都想结交这些大佬，商家有这个机会，商太太岂有不珍惜的？说实话的，离开了管城，商家就没有那么大的面子了。阎罗英低沉的道：“钟爷爷，以后只要站上陆3家有事需要我们帮忙的，我们兄弟姐妹绝对不会袖手旁观。主要他们不与我们断绝往来，我们就绝不会断了来往。他们并不知道钟伯叫什么，小时候都是叫他大爷爷，因为师傅说钟爷爷的年纪最大。现在商太太叫钟伯了，他们便跟着叫钟爷爷。战家大少奶奶是海童，海童的亲妈凤慧是上任凤家主的次女，海玲以后会是陆家的4少奶奶，她和海童一样的身份地位。商家则是因为商太太凤莹是上任凤家主的长女，故而战家、商家以及陆家是武帝堂愿意长期保持来往的家族，都是冲着钟伯的面子来的。阎罗英并没有与这3家有过交集，不过在师傅来了管城后，他就将管城所有豪门大户都调查了个遍，知道战商陆苏4大家族在管城如同霸主一般的存在，一般没有人敢招惹他们。4大家族的当家人也能约束自己的家人，不会让家人随便闯祸。做生意虽说也有手腕，倒是没有做过作奸犯科的事。除了这4大家族，还有孔氏家族，不过孔氏家族相对低调很多，没有那4大家族那般响当当的。但孔氏若是办场宴会，4大家族都会参加，很给他们面子。这样的家族，阎罗英乐意来往，不会拖他们的后腿，也不会事事都麻烦他们。人家本身也有不错的能力，大事小事都能抱团解决，鲜少会打扰他们武帝堂。所以钟伯提出了请求，阎罗英也很爽快地答应了。林丫头什么时候会过来？钟伯问的是阎罗英。最快今晚，最迟明天。有师傅帮忙带娃，程玲玲想去哪里都可以。虽说当妈了，母子俩还没有培养出太深的感情，在出门治病和留在山庄里带娃选择，程玲玲是选择前者的。反正师傅喜欢带娃，世君非如命根子，就让师傅帮他带娃了。钟伯便对商太太说道：“林丫头过来后，我们就出发吧，我想先去看看家主他们。以前他还年轻，每年清明和家主的忌日，他都会悄悄摸回江城墓园拜祭家主的。后来被凤月怀疑了，在墓园守株待兔，意欲再次围杀他。被银狐发现后，就不让他再回江城。到现在，他就有30-40年没有回去拜祭过家主了。家主的墓地不会荒凉，但是每年去给家主上香送花的人，是害死家主的凶手。想必家主也不乐意见到凶手的。事情解决后，以后家主就不用再看到凶手。凤月就算死了，也不让他葬入凤家祖先的墓园里。商太太在知道自己的身世后，回江城拜祭过父母。钟伯这样说，他没有拒绝，也有这样的打算。其实我身体还撑得住的，不用等林丫头过来，我们也可以过去。若是你们怕我坐飞机不行，咱们可以坐高铁或者自己开车，就当自驾游，累了就休息休息。钟伯人还在管城，新早就飞回了江城。
商太太说道：“钟伯这么久都等了，不差1天2天的。就是钟爷爷再等1天2天也没事，要不我们陪钟爷爷到处逛逛。”商二少附和着母亲的话，就连阎罗英也说道：“钟爷爷，凤姨说的对的，几十年都等了，再等1天2天也不碍事。还是你的身体要紧，林丫头估计今晚都会过来。她自从生了娃后，就天天都想往外跑，说她儿子爱哭闹。”阎罗英笑道：“小菲菲像林丫头小时候被爱哭闹，我怎么记得林丫头挺好带的？”钟伯对程玲玲小时候的印象停留在2、3岁的年纪，2、3岁大的林丫头不怎么哭闹，乖得很，记忆力超群，教什么就算学不会也能记住，记住了她自己再慢慢消化。阎罗英比程玲玲大了将近10岁，在老神医收养程玲玲时，她都读初1了。记得她的师傅就很喜欢林丫头，嚷嚷着要收林丫头当徒弟。明明自己一大堆徒弟了，还要抢神医的徒弟，那不是找抽吗？不过林丫头的拳脚功夫，还是跟着她师傅学了些许。不说林丫头，就是他们这一辈的人，哪一个的拳脚功夫不是5个老人家混合着教的？他们的功夫很复杂，不止一个派系的。再后来，林丫头学医的天赋完全暴露出来，她还爱练毒，家里养的小动物，哪一个没有被她拿来试药或者是毒的？多少小动物都被她的毒药毒死了，有些被她救回来。随着她的年纪增长，中毒后又被她救回来的小动物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快。有时候没有小动物给她试药试毒了，她就瞄准了他们这些人，整的几位师傅以及阎罗英他们都不敢去神医的药谷了。只要听到林丫头来了，他们还四散逃命，生怕被抓去试毒了。就是试药也会有反应的，他研制的药总要经过反复试验才能成功。凡药3分毒，他们性格十足时。总之，林丫头从人人都喜欢的小丫头，成为人人都打心里防着，怕着的毒魔不知情的人，却把她当成神医来供着。好吧，她的医术是深得神医的真传，其实她用毒才是最厉害的。战家二少奶奶的眼睛这么快治好，就可以证明了毒到了林丫头那里都无处可遁。爱哭得很，你们没印象了？我印象深得很，白天哭，晚上哭，吵死人了。不过这些事千万别跟林丫头说，我怕她会怪我嘴多，让我1个月都说不出话来。对付长舌的人，林丫头就是弹指一挥间，下点毒，让人暂时性说不出话来，短则3、5天，长则3、5个月，体验一下哑巴的滋味。众人都笑了起来。商太太笑道：“小娃娃不会说话之前，都爱哭的，那是因为他们还不会说话，不舒服了就只能哭，饿了、渴了、拉了都只能哭。要是他们不哭，大人哪里知道他们怎么了？再大一点就好点了。”被吐槽着像老娘婴儿时期那般爱哭的君妃，此刻还真的在哭。她哭声又响亮，哭声能从4房那边传到中心主屋这里。今天没有出门的程玲玲从保姆怀里抱过了哭个不停的儿子，问道：“是不是拉了？”没有，刚换的尿不湿，也是刚吃了不久，那他又哭什么？烦死了，日也哭，夜也哭，就不能让人安心点。程玲玲抱着儿子哄着，同时又问保姆：“他爸呢？4少爷应该在大少爷那边吧？”由于老神医他们今天过来，还有战家的大少奶奶海童，故而叶君伯兄弟都没有回公司，在山庄里等着几位老前辈的到来。程玲玲便对保姆说道：“行了，我带他去找他的哥哥姐姐们玩。虽然君妃的哥哥姐姐们也还是个小娃娃，几个娃娃凑在一起，你看我，我看你的，有时候一起哭，很多时候是一起玩。不过君妃比他们小了几个月，还不会坐，只能躺在婴儿床上，躺不了2分钟就会哭着要大人抱。
君言兄妹俩能坐了，再学爬。宁雨辰的2个儿子厉害点，还不足周岁已经会走路。本来2个小子就调皮得很，会爬之后到处爬，到处翻东西，经常把家里翻得一团乱。2房的佣人天天都要花不少时间来收拾，现在会走路了就更皮了。4个保姆看着小兄弟俩，又不能完全管着他们，不让他们搞破坏。小孩子对什么都是好奇的，宁雨辰说不能包皮了孩子的天性，他们想玩什么，只要不危险的都让他们去玩，去探索。故而照顾他们的保姆就会特别累人，也就是君家给的工资高，再累保姆都乐意。你们不用跟着了，我师傅过来。有师傅带着这小子，他就听话得很。我严重怀疑这小子是想投胎到我师傅的肚子里去，无奈我师傅是个老头子，男人不能怀孕，他不得已才投胎到我肚子里来。要不我怀胎10月生他出来，月子里带着他吃，带着他睡，我这个当妈的哄他咋哄不住？我师傅一哄他，他就乖得很，害我老是被我师傅骂我没有耐心，不会带娃，骂我冤枉了这小子，说他乖得很。我还老是吐槽他不好带，爱哭。程玲玲吐槽着自家小子，她想说的是小少爷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带的，吃饱喝足，换上干爽的尿不湿，有人抱着他，他是不哭的。若是放他自己躺在婴儿床上，除非睡着，否则就哭，这个倒是事实。4少奶奶带娃就喜欢放孩子独自躺在婴儿床上，小家伙不哭才怪呢。月子里抱得多了，小孩子鬼精得很，被人抱着当然舒服，也有安全感，他们就喜欢被人抱着，不抱他们就哭了。程玲玲抱着君飞出门了，保姆没有跟随，4少奶奶不用他们跟着，他们也能喘口气，休息休息。还好风尘山庄人多，主人家很多时候也会亲自带娃，相对来说君飞的保姆没有。军烈兄弟俩的保姆那么累，被妈妈抱着的君飞是不哭了，还会冲着程玲玲笑。程玲玲好笑地轻捏一下儿子的小脸，就要抱，谁有空时刻抱着你？都是你爸宠的，月子里头老是抱着你。初为人妇时，孩子一哭，军琴就赶紧抱，不就抱惯了，导致君飞离了大人的怀抱，容易惊醒，爱哭闹。还有你外公也宠着你，最宠你的人就是他了。君飞冲着妈妈笑，笑得程玲玲心软了，在儿子的小脸蛋上亲了一口，觉得儿子的皮肤很嫩，他忍不住又咬一口。他觉得他咬得不大力的，可是儿子很快就扁了嘴，然后哇哇地哭了起来。程玲玲，小子，妈妈就是轻轻地咬了你一口，谁叫你的皮肤那么光滑，那么嫩？妈妈忍不住吗？咬得又不大力，你还鬼哭狼嚎的，知道你外公就要到了，准备告状是吧？嘀咕还嘀咕，程玲玲还是赶紧哄着小家伙，还用手去擦拭儿子被咬的小脸，因为有点红印，怕被师傅来看到了骂死他。君飞哭闹不好哄，他也真觉得妈妈咬他咬得痛，所以他不停地哭。程玲玲这个当妈的不会哄娃，哄了一会儿哄不了，也就不哄了，抱着小家伙往中心主屋跑去。佣人们看到这一幕也见惯不怪了。4少奶奶在他们眼里是最不会带娃的那一个，君飞小少爷都4、5个月了，4少奶奶还是带不好，他一带娃，小少爷必定哭个不停。君飞又哭什么？刚到中心主屋门口，4太太从屋里出来，在屋里就听到了孙子的哭声。君飞要找他爸，程玲玲看到婆婆，就像看到了救星似的，赶紧将儿子递给婆婆。4太太接抱过宝贝孙子，看到孙子嫩脸上满是泪痕，心疼不已。君飞别哭了，奶奶抱。君飞的一边脸怎么有点红？4太太帮孙子擦着脸上的泪水，发觉孙子一边脸有点红，
程玲玲不敢说是自己咬的，反正现在看不出来是牙印了，便扯着谎说道：“我抱着它过来，可能路上被蚊子咬了吧，怪不得哭个不停，肯定是被蚊子咬了。”四太太看了儿媳妇两眼，大冬天的，哪有蚊子啊？又经常喷药除蚊除虫，院子里先少有蚊虫的了，又不是大夏天，大夏天蚊虫多。哎，是的，冬天又不冷，怎么降温？最低温度都有7、8度，像现在这样10几度，自然有蚊的。反正程玲玲不承认自己咬了孩子，怕家里的长辈会说她，长辈们不说她，师傅来了也会训她一顿。她哪知道带孩子那么难呀？有时候她向丈夫抱怨，军琴会回她一句：“这个儿子就是她要的，是她睡了他得来的。她当初还想着去负流子呢，现在又嫌弃儿子不好带。生养大一个孩子当然不容易了，以为孩子是吹气球，一吹就大，要花费不少心思才能把孩子养大，培养成才。”四太太摸了摸孙子脸上那红的一块，又仔细地看了看，便抱着孙子往屋里走去，边走边对孙子说道：“君妃别哭了，你妈妈骗奶奶呢，奶奶还没有老眼昏花，看得出来的。妈妈又咬你了吧？这次不咬你的小屁屁了，该咬你的小脸蛋了。她在婆婆的眼里可能是属狗的，喜欢咬人，还专咬小娃，谁叫小娃娃的皮肤又滑又嫩呀？看着真想咬一口，控制不住时就真的下嘴了。”她跟着婆婆进屋去：“妈，我师傅他们什么时候到？”“已经到了，军伯兄弟几个出去接他们了。”程玲玲哦了一声，见儿子不哭了，松口气，真怕小家伙哭到师傅进屋呢。以后不要老是咬君妃。四太太说着儿媳妇，真忍不住也不要咬那么大力，孩子小，皮肤嫩，你轻轻咬一下都会红好一会儿。再说了，这是你儿子，你就不心疼他老是咬他属狗的？怀孕的时候没有吃狗肉吧？”程玲玲讪讪的，她冲我笑，我觉得可爱极了，亲了2下，忍不住，又轻轻的咬了一下，真的不大力的。我的儿子，我怎能不疼他？我没有吃狗肉，我不吃狗肉的。程玲玲是真不吃狗肉，她爱养宠物猫、宠物狗，怎么可能吃它们？顶多就是拿它们来试试毒而已。那是小时候的事了。现在就算被他拿来试毒，他们也不会死。他有解药解毒的，就是看看用什么药解毒最快，中毒后症状是怎么样的。君妃在奶奶怀里又冲妈妈笑了。四太太笑道：“咱们君妃笑起来多可爱啊，也就你这个当妈的才舍得下嘴。”她在孙子的脸上亲了又亲，亲的小家伙笑得更欢。4、5个月大的小婴儿也喜欢大人陪着他玩，有人陪着他们说话，就像个话痨似的，咿呀咿呀的，不知道他们说的英语是什么意思。军琴晚上回家就喜欢逗着儿子说英语。程玲玲拍了不少父子俩聊天的视频，说留着以后给儿子看。君妃从出生到现在的变化，程玲玲夫妻俩都用手机记录下来。程玲玲嘻嘻的笑。婆媳俩进了屋，叶爱君便问：“是君妃哭吗？”听声音就是她在哭。四太太应着，可能知道她外公来了，哭大声一点，她外公能跑得快一点过来抱她。叶爱君看着跟进来的程玲玲，笑问：“不是玲玲咬她？她在婆家长辈的眼里，是不是专门咬孩子的狼狗？好吧，以后她不咬了，免得儿子不喜欢她抱。”四太太看儿媳妇一眼，叶爱君就知道自己猜中了，便说程玲玲：“玲玲，你别老咬君妃，其他人也别咬。”四太太补上一句：“你就是爱咬孩子，家里的孩子都不喜欢你抱他们了。”程玲玲讪讪的，看到坐在婴儿床上玩玩具的君言，她走过去拍着手掌吸引君言的注意力，对君言说道：“妍妍，来，四婶抱抱，咱们妍妍就喜欢四婶抱。”
四婶也最喜欢妍妍了，不像那4个小子又皮又爱哭。君妍一边手抓住了玩具，然后伸出双手让程玲玲抱她。叶瑶看到了，立即也伸长了手，要四婶也抱抱她。长大了一点，小兄妹俩知道争宠了。程玲玲笑着说：“瑶瑶，四婶抱不了你，你坐着玩会儿玩具。”叶瑶伸长了手都没有被抱起来，她不悦地冲着四婶啊的叫喊着：“哟，不抱还会叫喊了！”程玲玲好笑地腾出一只手，揽住叶瑶的腰肢，把她也抱了起来。叶瑶被抱起来后，见妹妹手里还抓着玩具，霸道地伸手去抢。君妍抓紧玩具不让她抢走，她还是要抢。君妍用力地抢回来后，再举着玩具就朝哥哥拍打过去，被妹妹用玩具打了几下，叶瑶立即扁着嘴，眼睛泛红，准备哇哇大哭。大伯娘，你快抱瑶瑶，她要哭了。程玲玲最怕的就是孩子哭了，从她哄自家儿子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孩子一哭她就想溜。叶爱君从她怀里抱走了叶瑶，并从婴儿床上拿起了叶瑶的玩具，塞进了叶瑶的小手里。扁着嘴要哭的叶瑶低头看看自己手里的小玩具，再看看妹妹手里的玩具跟她的是一样的，她就不扁嘴了，拿着自己的玩具冲妹妹晃动着：“你自己有玩具，以后不要抢妹妹的，妹妹可不会让你打又打不赢你妹妹，少去招惹你妹妹。”叶爱君教着孙子，小家伙听不懂奶奶说的话呀，他是喜欢抢妹妹的玩具，抢不过就哭，哭也没用，妹妹不会让给他，还会用玩具拍打他。穆晴觉得女儿越来越像叶君博了，还是咱们妍妍好。程玲玲抱着君妍就爱不释手的，君非要是有妍妍一半的乖巧，我也不会听到她的哭声就头皮发麻。给病人做手术我都没有紧张害怕过，但是君妃一哭我就心慌。程玲玲抱着君妍在沙发上坐下来，逗着小女娃。君妍坐在她的怀里，安静地玩着她的小玩具。我们君妃也很听话的，是你没有耐心，你的耐心都给了你的病人，没有给到君妃。四太太说了儿媳妇一句，程玲玲嘻嘻地笑。好吧，她承认她对儿子是没有什么耐心，她的耐心都给了别人，可能是她照顾儿子的时间也短吧。孩子满月后，她就飞往管城帮站二少奶奶治眼睛，后来又飞往其他地方，给其他病人治病做手术。1个月里，她在家里的时间都不足5天，就是在家里还要分心应付牛皮糖丈夫，分给儿子的时间就更少了。就是亲生母子，感情也要靠着朝夕相处培养出来的。她和儿子相处的时间屈指可数，母子感情还不够深。说程玲玲不爱儿子吗？她爱儿子，对儿子的疼爱不少于君琴，就是她因为工作的原因，全世界飞来飞去的，儿子对她这个亲妈，全靠着天生的血缘关系来维持。现在君妃也不是天天都哭闹的，她是不舒服才会哭，你咬她了，她会哭。我只要在家，总是听到她在哭。程玲玲小声吐槽，她是没有妍妍好带，我2胎一定要生个像妍妍这么可爱又好带的女儿。程玲玲觉得第1胎生了个哭猫，很是头痛。如果生2胎的话，一定要生个可爱的白白嫩嫩的女儿。女儿多可爱啊，女儿也比儿子听话，没那么调皮。四太太说道，不是说不生2胎了吗？要生也要隔几年再生，等君飞上幼儿园了，你们俩再追生2胎。她对于儿媳妇要生几胎抱着随意的态度，不干涉，不催生。儿子儿媳妇想生几胎就生几胎，不想生当丁克她也不会反对。孩子们都大了，有他们的想法，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行，只要孩子们觉得他们是幸福的，管他们结不结婚，生不生娃，生几个娃。现在不生，
现在也没有时间怀孕生娃。程玲玲想到晚上自己就要坐飞机直飞管城，陪着钟爷爷一同飞江城。她这一天天的跑来跑去，还真没有时间怀孕生二胎。先等小哭猫长大一点了再说吧。军琴也不着急要二胎，他说有军飞就可以了，二胎生不生都无所谓。问他不想要个小闺女吗？他说他们军家也就是比管城的战家稍微好一点，但也没有好太多，阳盛阴衰的厉害。军飞这一代里已经有军妍这个女娃了，他们想再生个小闺女很难很难。没看到战家已经几代都没有女娃娃了吗？他们军家几乎每一代里还能生个女儿就很不错了。叶君博这一代里没有姐妹。军琴不着急要二胎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二胎，老婆怀孕，她要吃素。说话间，外面传来了老神医和龙庭说话的声音。龙庭知道师公今天回来，坚持要跟着养父母去接师公，还有他念了好几久的小伙伴洋洋也跟着师公一起过来。师公，君妃可想你了。龙庭拉着洋洋，两个人蹦蹦跳跳的，还不忘和老神医说话。老神医笑道，君妃又不会说话，你怎么知道他想我？不过我就很想着君妃，也惦记着你。他最疼爱的是君妃，对龙庭的疼爱也没有减少一分。平时陪伴在他身边的还是龙庭这个徒孙呢。君妃会呀呀的说话，就是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。洋洋，你饿了吗？我给你留了很多好吃的零食，都是我吃过觉得很好吃的，就给你留着了。龙庭见到了小伙伴很开心。洋洋说道，我也给你带了很多好吃的，还有好玩的，真的，让我看看。龙庭迫不及待的就想看小伙伴给他带来的礼物，都在我的箱子里，小姨帮我拉着箱子。跟在后面走着的海童笑道，先吃饭，吃了饭再说。穆晴也说，进去后先洗手，可以吃饭的了。两个小家伙异口同声的应声，蹦蹦跳跳的往屋里跑去。看着两个小家伙，海童对穆晴说道，一段时间不见，龙庭又长高了点，洋洋比龙庭要矮一点，能吃能睡，又是个乐天派，运动量也大，长得就快。龙庭放了寒假回到风尘山庄时，穆晴就觉得杨子长高了，也重了点儿。小家伙长得是真快，同龄孩子估计他最高。